官宣王一博为全球品牌代言人，瑞幸即享咖啡全面上市瓶装品质咖啡。除了瑞一杯之外，瑞一瓶终于来了。4月28日，瑞幸即享咖啡正式推出全新瓶装即饮咖啡，同步官宣王一博为瑞幸即享咖啡全球品牌代言人。此外，选择王一博作为瑞幸即享咖啡全球品牌代言人，也显示出瑞幸即享咖啡空前的战略地位。王一博所代表的时尚、活力、不断突破自我的年轻形象，与瑞幸即享咖啡所倡导的现代生活方式高度共鸣。二者双向奔赴，将为瑞幸即享咖啡的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引发咖啡消费新潮流。当你看到这样的合作，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很自然的匹配，不是单纯找一个有知名度的人，而是看这个人身上的气质和品牌想表达的东西是不是一致。你如果仔细想一想，他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利落，做事情有节奏，也愿意不断尝试新的方向。这些特点刚好和现代快节奏生活里的需求很贴近。你再看咖啡这个产品，本身就和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很多人工作学习的时候都会选择来一杯，让自己更专注一点。这种场景其实和他一直给人的努力和自律的形象是契合的。你看到这样的组合，就不会觉得突兀，反而会觉得很顺。还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就是这种合作不只是表面的宣传，更像是在传递一种生活方式。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比较积极的状态，就是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保持自己的节奏，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去前进。对他来说，这样的代言也是一种延伸，不是停留在原有的领域，而是把自己的影响力带到更贴近生活的方向。你如果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或许可以学一学这种思路，不断去拓展边界，让自己有更多可能。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合作时，可以多从匹配和长期的角度去看，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看双方能不能一起走得更远。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选择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清晰的规划，也是一种稳稳向前的方式。首批上市生椰拿铁、经典美式、柚 C 美式3款口味，陆续上架全国各地商超及便利店，零售价约6至7元。此次瓶装咖啡上市与一线明星代言双重布局，标志着瑞幸全类比、多元化、全场景战略实现关键性跨越，同时将门店限制饮品的品质优势延伸至零售领域，或将在即饮赛道树立新的价值标杆。瑞幸即享咖啡首批上市的瓶装即饮咖啡，源自瑞幸门店里已被以万消费者验证的爆款口味，每瓶时隔300毫升，依托成熟的产品研发体系和无菌冷罐生产工艺，有效保障风味稳定和饮品品质。在配方上，瑞幸即享咖啡将健康和专业贯彻到底。生椰拿铁选用100%冷压碎椰肉汁调配，采用低糖配方，好喝低负担。柚 C 美式安加真实虹吸柚汁，清爽柚香和以100%阿拉比卡咖啡完美融合，口感层次丰富。经典美式坚守零糖零脂肪配方，还原纯粹黑咖风味，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和健康需求。为了覆盖多元生活场景，践行随时随地即享好咖啡的品牌理念，瑞幸即享咖啡搭建起线上加线下销售渠道矩阵，提升全场景消费便捷度。线上端，瑞幸即享咖啡布局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同步打通瑞幸官方 APP、小程序等自有渠道。在线下，3款产品将广泛进驻大型商超及连锁便利店，并同步拓展即时零售平台、量贩零食系统以及交通出行、校园等消费场景，渗透消费者日常生活圈，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来一瓶的咖啡消费体验。
值得称道的是，瑞幸即享瓶装咖啡力图以门店限制咖啡的口味标准打造。依托完善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瑞幸与巴西、埃塞俄比亚、中国云南等全球优质厂区建立长期采购合作，通过签订大宗采购合议，锁定优质豆源，同时接于印度尼西亚专属生椰岛，从源头把控生椰燃料品质。此外，瑞幸通过自建鲜果处理加工厂，多点布局智慧烘焙基地，实现生豆溯源、烘焙、仓储流量全链路品质共管。凭借对咖啡产业链的高效垂直迎合能力，瑞幸强化了品质和成本优势，以门店限制品质标准为追求，为即饮咖啡市场带来高质量比的选择。当你看到这些内容时，其实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清晰的用心，不是单纯做一瓶咖啡，而是尽量把门店里那种现做的口感还原出来。你如果平时有喝咖啡的习惯，就会明白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的味道。你再看它在原料上的选择，从不同厂区去寻找优质咖啡豆，其实就是在为口感打基础。你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基础越扎实，后面的表现就越稳定，不是靠一时的灵感，而是从一开始就把标准定好。还有像生椰原料的把控，其实也是同样的逻辑，你从源头去认真对待，每一步都不放松，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才会更可靠。你如果在自己的事情上也能做到这一点，慢慢就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稳定感。再说到加工和烘焙这些环节，看起来可能离日常有点远，但其实很关键。你把流程理顺，把每一步都做到位，就能减少很多不确定性。你会发现很多结果的差距，其实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这种从头到尾的把控，其实也是一种思路。你不是只关注最后的结果，而是把过程也认真对待。时间久了，你做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会更有质量。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产品时，可以不只是当做一杯饮品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做事方式。把每一步都做好，把标准慢慢建立起来，你就越容易做出让人放心的结果。慢慢来，你会发现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优势。瑞幸即享咖啡 Luckin Coffee Instant为2024年7月换新推出的预包装咖啡品牌，品牌 slogan 是随时随地即享好咖啡。产品涵盖咖啡液、瓶装即饮咖啡、即溶咖啡、咖啡豆、胶囊咖啡、挂耳咖啡等，旨在满足消费者居家、办公、出行等多场景的高品质咖啡需求。作为全场景咖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幸即享咖啡和瑞幸门店限制咖啡共同满足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的咖啡需求，同属瑞幸咖啡生态体系。近年来，凭借强大的品牌势能、全球供应链壁垒和瑞幸咖啡生态体系的协同赋能，瑞幸即享系列产品市场表现和口碑双提升。日前，瑞幸即享咖啡更获得全球著名增长咨询机构萨利文的权威认证，它的浓咖啡饮料取得2025年全国线上销售额第1。官方数据显示，瑞幸即享咖啡液产品2025年全年销售超过4亿个。今年3月，瑞幸即享咖啡在天猫、抖音、京东3大平台分别拿下咖啡液品类、咖啡液总集榜、咖啡液店铺榜单 TOP 1，一系列亮眼数据充分显示出它的市场认可度和赛道地位。此外，选择王一博作为瑞幸即享咖啡全球品牌代言人，也显示出瑞幸即享咖啡空前的实战略地位。王一博所代表的时尚、活力、不断突破自我的年轻形象，与瑞幸即享咖啡所倡导的现代生活方式高度共鸣，二者双向奔赴，将为瑞幸即享咖啡的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引发咖啡消费新潮流。业内译文认为，瑞幸咖啡在国内门店限制饮品领域已经取得规模领先，瑞幸即享咖啡又在零售端即饮咖啡市场强化布局，两者协同发展，既是中国咖啡在多领域全面崛起的象征，也将不断数字中国咖啡发展格局，助力中国咖啡消费实现多场景下的品质升级和全民普及。感谢您观看王一博。
孟美岐雪藏2年解约，一镜偶像公司资源分配引争议。乐华娱乐今日再次登上的热搜，但这次的原因并非旗下艺人的舞台表演，而是一场令人瞩目的解约风波。5月3日，这家被外界戏称为王一博概念股的公司发布了一份声明，回应了关于吴宣仪续约事件的相关质疑。声明中，乐华娱乐澄清了部分媒体和网友所传播的不实信息，例如吴宣仪提解约遭拒和不允许艺人查看工作合同，并表示将通过律师处理这事。然而，几天前传出了孟美岐在经过2年雪藏后正式解约的消息。曾是火箭少女01组合的2位成员接连与乐华发生了争执，让乐华娱乐的资源分配问题再次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当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其实更容易被各种声音带着走。但如果你稍微冷静一点去看，就会发现事情本身并不是只是表面那么简单。公司在第一时间出来回应，也是在尽力把信息说清楚，避免误解继续扩大。很多时候，外界听到的内容是碎片化的，而真正完整的情况，往往只有当事人和公司最清楚。你也能理解，艺人和公司之间本来就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过程中出现分歧并不奇怪。每个人的发展方向不同，选择也会不同，这些变化其实都是行业里很正常的一部分。只不过当事情被放大之后，就容易被解读成各种版本，让原本可以沟通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稳住自己的节奏，其实并不容易。外界的讨论越多，越需要你保持清醒，不被情绪影响，继续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事情上。真正能走得远的人，往往不是没有争议，而是能在各种声音中坚持自己的方向。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这些风波上的时候，你更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好。无论外界怎么变化，你都清楚什么是你该做的事情，一步一步走稳比什么都重要。时间一长，大家自然会看到你的稳定和努力，这些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要说乐华娱乐最离不开的艺人，非王一博莫属，他几乎成了公司的代言人。翻开乐华的上市招股书，他的名字赫然出现了18次。财报上的数据更是直接反映了王一博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力。2024年，乐华娱乐的总营收预计达到7.65亿元，而王一博一个人就贡献了其中的4.59亿元，占比超过60%。为了牢牢抓住这棵摇钱树，公司也下了大手笔。今年3月，乐华宣布向王一博授予了125万个受限制股份单位，总价值约2500万港元。前提是他必须再在乐华待满4年，否则股份将会失效。这一重金绑定的操作引发了网友的调侃：乐华这哪里是经纪公司，简直是王一博的个人工作室。当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更能感受到一件事，那就是你的存在已经不只是一个艺人的位置了。你在公司里的分量是一点一点靠作品、靠选择、靠长期稳定的表现累积出来的。别人看到的是名字出现的次数，是财报里的比例，但你自己最清楚，这背后是你每一次揭幕项目的谨慎，是你对每个舞台、每个角色的认真。你几乎成了公司的门面，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形容，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信任。公司愿意把更多资源放在你身上，是因为你一直在用结果回应这些投入。对你来说，这也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你需要考虑的不只是当下的表现，还有更长远的发展方向。再看那笔股份的安排，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更深层的绑定。公司希望你留下来，是因为你已经成为他们体系中最稳定、最关键的一部分。而你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从单纯的艺人走向一个更有话语权的位置。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在一次次合作中逐渐形成的。
外界的调侃听起来轻松，但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对你影响力的一种认可。能让一家公司围绕你做出这么多安排，本身就说明你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你不用刻意回应这些声音，只需要继续把事情做好，让作品说话，让成绩自然累积。走到这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稳定输出价值，也能在复杂的环境里保持方向。接下来你要做的不只是维持，而是继续拓宽自己的可能性，让这种影响力变得更加稳固，也更加长久。与王一博的优渥待遇相比，乐华娱乐其他艺人的处境就显得格外尴尬。吴宣仪自2013年加入乐华，凭借创造101在2018年大红大紫，本该趁势而上，然而却被网友发现她的资源越来越少，曝光度也大幅下降。孟美岐的情况更加糟糕，作为火箭少女01组合的 C 位出道，过去2年几乎没有任何公开活动，直到近期才有解约消息传出。业内人士指出，乐华娱乐的资源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主要优质的影视资源和代言机会都集中在王一博身上，其他艺人获得的机会微乎其微。这样的一家独大模式虽然看似能为公司带来短期的辉煌，但却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核心艺人出现动荡，公司整体的业绩可能会面临急剧下滑。这次的解约风波也暴露了娱乐圈普遍存在的经济合同问题。律师指出，许多艺人在签约时根本无法接触到合同的详细条款，报酬结算是标准模糊不清，维权的难度极大。在吴宣仪的事件中，尽管乐华娱乐否认了不允许艺人查看合同的说法，但这一事件无疑引发了公众对于艺人权益保护的深思。事实上，健康的经纪公司不应该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艺人身上，而应该如何平衡资源，培养更多具有潜力的艺人，才是乐华娱乐未来需要深思的问题。毕竟，观众和粉丝们需要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娱乐圈，而不是一场一家独大的独角戏。故事，王一博和摩托姐姐的定级浪漫，其实就是他在哪儿，香菜地儿就种在哪儿。只要是公开活动，必定会出现只属于他的绿海。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看到王一博参加活动，那片绿的几乎铺满全场的粉丝海到底是什么情况？真的是看一个人绿一片，还是另一层更复杂的隐喻？我刷热点看热搜，一边吐槽一边心里暗暗揣测，这绿海除了粉丝的支持，还藏着什么秘密？说实话，王一博这个人，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鬼，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在干嘛。有人说，他的粉丝不只是普通的硬核粉，更像是一支无形的力量。每次一开场，场地的绿海就像被切割成无数块，把舞台围得严严实实。有人统计过，像去年某某活动现场，粉丝们的数量动辄超过10000人。话说，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力量？难不成这绿海不仅仅是支持，更带点无声的抗议和集体的力量？你知道吗？王一博的粉丝平时低调的不像话，几乎看不到他们真面目，像是一群幽灵一样飘在后台，突然在重要时刻出场，就开启了绿海模式。粉丝的力量怎么说都不过是粉丝的疯狂支持。官方数据早在2019年某粉丝统计中就显示，王一博的线下成员超过了30万，而这个数字还远远不能体现全部。再说，粉丝的支持不只是一时的热情，它可是建立在情感认同和归属感上的。你试想，谁不想在公众面前展示点存在感？一片绿海，像极了我在这里的宣言，什么美好，什么梦想，甚至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被浓浓的绿包裹起来。这也让人忍不住想问，难道这种粉丝的凝聚力还跟他的个人魅力真有关系？不然怎么解释一出场，那绿海就会席卷全场？
可是啊，也有人说，粉丝再怎么疯狂，也难掩他那份夹杂着沉默的神秘感。有时候我就在想，王一博那出场瞬间，身后那片绿海是不是就像一层无形的屏障，把他和外界隔绝开来？他自己则坐在台上，像个旁观者似的看着下面那片繁华。到底是粉丝在支持他，还是他带动了粉丝的情感？这关系复杂得很，没有一个能公式化的答案。从过去几次活动的情况看，场地规模确实不一样，有些是小场子，粉丝一人不落；一些大场能有几万人蜂拥而至，那绿海的范围甚至延伸到舞台边缘，像一片绿色的海浪。何止现场粉丝，连在社交平台上那些绿海截图都成了许多网友嘴里的段子。这场景就像一场潮水，一有点什么动静，绿海就会涌现出来。不能不承认，某些明星的粉丝还真有点工业化调控的味道。比如有些粉丝会提前预约、提前占座，搞得像军事行动似的。看得出来，绿海不仅仅是支持的象征，更像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这都是粉丝自主的支持，不容否认。但细琢磨，又是不是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他们对明星崇拜的极致渴望？我还真觉得王一博那片绿海背后藏着一个粉丝文化的微妙密码，这不是单纯的追星，而更像是一种集体的认同感，一份归属感的象征。你说这能不能理解为一股固守阵地的力量？他在哪儿，粉丝的绿也就在哪儿。这样的互动既让人觉得温暖，也带点令人思审的压迫感。毕竟支持背后隐藏着对偶像深深的职业尊重和热爱，但也难免让人对追星文化的边界产生点疑问。粉丝这份绿意到底代表什么？有人说是无条件的支持，有人觉得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反应。而我呢，既能说这份支持像一场无声的战役，既折射出偶像的个人魅力，也透露出粉丝的那种死磕到底的心神。希望这样的力量能变得更健康，更有温度。最后我也只能笑着想，它在哪儿，绿海就有多大。只是这片海能不能再多点理性，别被情绪淹没，也许会更美好一些。中国电影《无名》由王一博、梁朝伟主演，将于2026年4月28日在 Netflix 韩国上线。该片院线票房达1.931亿元人民币。这部影片在观众期待榜中名列前茅，也是春节档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你在关注这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也能感受到那种氛围。从预告片出来到话题不断发酵，再到上映前的讨论热度，一步步都在拉高大家的期待值。等到真正走进影院，你会发现这种期待并没有落空，反而让观影体验更加投入，也更容易被故事打动。而且作为春节档的热门作品之一，它能在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质量和吸引力。你可能会和身边的人讨论剧情，分享感官，甚至在看完之后还会反复回味其中的一些片段。这种自发的传播其实就是观众对一部电影最真实的认可。不过也正因为它受欢迎，很多观众都会觉得意犹不余的劲。你可能刚刚推荐给朋友，或者打算再去看一遍，却发现上映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这种时候难免会有点遗憾。毕竟一部让人愿意2刷甚至3刷的电影，本来就值得更长的时间去被更多人看到。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短暂其实也让这部电影变得更有记忆点。你会更珍惜当时走进影院的那一次体验，也更容易把它当成一段特别的观影回忆。对你来说，它不只是春节档的一部电影，而是那个时间段里让你真正投入、真正享受的一次观影经历。所以，即使上映时间不算长，它留下的影响却不会轻易消散。你会记得它带来的情绪，也会在之后再次提起它。这种延续其实比单纯的上映周期更有意义。
李安称赞《无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该片在猫眼评分达到 9.0， 观影人次约2570万，口碑表现强劲。当你看到这些评价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这部电影带来的分量。能得到李安这样的导演公开认可，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说明影片在表达、节奏和整体完成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对你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肯定，更像是一次被看见的机会，让更多人愿意认真去了解这部作品。再看帽檐 9.0 的评分，这样的成绩背后是大量观众真实的观影反馈。你会发现，这不是短时间的热度，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认可。2570万的观影人次，也意味着这部电影已经被非常多的人走进影院亲自体验过了。每一张票其实都是一次选择，而这么多人选择了它，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口碑表现一直很稳。很多电影在刚上映的时候会有一波热度，但能持续被讨论、被推荐，就说明它真正打动了观众。你能感受到这种口碑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观众看完之后愿意主动去分享的结果。站在你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成绩其实是一种很踏实的回馈，没有浮夸的噱头，也不是一时的爆发，而是靠作品本身一点一点赢得认可。这种积累会让人对你未来的表现更有信心，也让更多人开始期待你接下来的作品。所以你会慢慢发现，这部电影带来的不仅是成绩，还有一种更长远的影响力。它帮你站稳了位置，也让外界重新认识了你的可能性。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后面的路其实会走得更稳、更远。该片成为2023年中国内地票房最高的国产动作片，但总票房略低于《满江红》。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成绩本身已经非常亮眼了。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拿下国产动作片票房第一，本身就说明这部作品在类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观众愿意走进影院支持你，也说明你在动作题材上的表达是被认可的，是有吸引力的。虽然总票房略低于《满江红》，但这并不代表差距，而更像是一种不同类型之间的比较。你做的是动作片，而对方有自己的题材优势和受众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还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更能说明你的稳定性和潜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反而给你留下了空间。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在类型片里做到领先，那么接下来你还有提升的可能，还有继续突破的机会。观众已经记住了你，也开始对你有期待，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很宝贵的积累。所以，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略低于这件事上，不如看到你已经站在了很高的位置。你走到这里不是偶然，而是一步步积累出来的。接下来，你只需要继续把内容做好，把优势发挥出来，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在等着你。成功归功于导演程耳和全体演员，密集的宣传活动也展现了王一博的投入和辛苦付出。当你回头看这段经历的时候，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偶然得来的。导演程耳在创作上的坚持和纪致，让整部作品有了更稳定的表达，而所有的演员的配合，也让每一个角色都更加真实有层次。你身处其中，不只是完成自己的部分，更是在不断和团队磨合，一点一点把作品打磨得更好。在宣传阶段，你几乎都没有停下来过，一天接着一天的行程，看似只是出席活动、接受街访，但实际上每一次露面、每一次表达，都是在为这部作品争取更多被看见的机会。你需要保持状态，也要不断调整自己，让观众感受到你的诚意。这种投入不是表面的忙碌，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也正因为你愿意承担这些压力，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进去，大家才会慢慢看到你的变化。你再也不只是站在镜头前完成任务的人，而是一个真正参与其中，愿意为结果负责的人。
你的辛苦没有白费，它体现在观众的认可里，也体现在作品最终呈现出来的质量中。当一切串联起来，你会发现这份成功不仅属于导演，也属于每一个认真对待这件事的人。而你在其中的坚持和付出，正是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完整的重要一环。由于王一博的偶像背景，以及这是他首次主演大荧幕作品，且与梁朝伟这样的资深演员合作，影片引发了广泛讨论。总的评价，王一博与影片整体风格契合，通过了大荧幕的考验，但其表演在大部分程度上受到导演风格和调度的影响。优点：镜头表现力强，多语言台词能力、肢体表现和视觉呈现出色。缺点：表演经验不足，部分面部表情在镜头前略显受限。他对复杂卧底角色、双重身份、情感克制的刻画较为突出，尤其在细腻和道德模糊的情境中表现亮眼。无名是王一博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展现出明显进步，同时也凸显了他需要突破偶像标签，持续提升演技的需要。绝志，王一博素颜登 GQ， 沙尘暴中即兴创作，美到窒息。4月14日，整个内娱与时尚圈被一则重磅消息彻底点燃。停刊1年半，重磅升级为精英男性深度刊物的《精英 GQ》正式官宣复刊，而承载这份重启荣光的首期4月刊封面人物，就是稳居内娱咖位第1梯队的王一博。伴随《天台梦境》主题预告片于中午12点震撼发布，全网瞬间陷入疯狂。5万册限量杂志明日预售的消息，更是直接掀起一场注定秒空的抢购长狂。北京30层高楼的狂风卷着沙尘呼啸而过，帐篷被吹得摇摇欲坠，道具散落一地，拍摄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就在团队紧急调整方案，甚至濒临停摆的时刻，王一博却格外从容。他即兴爬上露天灯柱装置，闭目仰头，任狂风灌满怀。一幕翻飞间，少年的野性与松弛感被镜头瞬间捕捉，意外成就了一组封神级大片。这不是影视剧中的刻意布景，而是制足 GQ 4月刊封面的真实拍摄现场。作为这本杂志停刊18个月重启后的首位登峰95年系艺人，王一博以全程素颜的状态，直面今年最强沙尘暴，用极致的真实与表现力，再次刷新了内娱顶流的天花板。预告片里的每一帧都在重新定义何谓顶级时尚表现力。阴云密布的天台之上，冷锐犀利，狂风烈烈。王一博身着夏尼尔2026春夏系列链条衬衫，腕间新款 J12 腕表熠熠生辉，迎风而立，翩然起舞微博。清冷的蓝调配色与烟尘天色交融，勾勒出电影级别的高级氛围。风吹衣袂的瞬间，被粉丝深情赞叹为自由如风的诗意表达。那教科书般的直角肩，完美9头身比例，将清冷疏离与松弛自在的气质演绎到极致。无需多余动作，便自带故事感和高级感，仿佛从时尚大片中走出的梦境主角。这一封的含金量早已超越普通登峰，藏着数重足以载入史册的彩蛋和突破。封面不仅秘密融入待映电影《人鱼》的独家幕后素材， GQ 团队更是特意进组摄制，与影片2026年上映计划形成完美宣发联动，时尚与影视的跨界深度前所未有。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这是夏尼尔新任创意总监上任首季新装的在内地首张明星大使封面，也是品牌新款腕表的全球首次曝光。顶奢对王一博的偏爱与信任早已无需多言。高清镜头下，王一博没有使用任何妆容修饰，皮肤清透细腻，骨相立体分明，面部的痣点等自然细节清晰可见，没有精修图的刻意磨皮与修饰，却更显高级与质感。网友们纷纷感慨，这份不加滤镜的真实感远比精修图更有冲击力。
78.9% 的讨论都认可这种无修饰状态的魅力，直言这就是少年感和野性力量的完美融合。而他的素颜状态更是被粉丝赞叹为天花板级，这份自然与坦荡在当下的娱乐圈显得格外珍贵。此次封面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承载着许多时尚突破和影业里程碑意义。王一博身着肖尼尔2026春夏系列新装，手腕上佩戴的是品牌新款 J12 Super Legendary 腕表。这款腕表的设计灵感源自1950年代超轻型赛车，与他职业赛车手的身份深度契合。更难得的是，这已经是香尼儿连续2年将重磅新品首爆任务交由他完成。从2025年的 Vogue 到本次的 GQ， 这份专属待遇足以彰显品牌对他的高度信任和认可。作为内娱首位记起5大女刊大满贯的95星男星，王一博此次更是第3次登上 GQ 封面，直接刷新了同代男星的登峰次数任务记录。同时，他也是近年唯一同时手拿 Vogue 和 GQ 单人封的艺人。顶社与顶刊的专属加持，早已奠定了他在时尚圈的顶尖地位。顶流的号召力从来无需多言语，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此次制足 GQ 4月刊全球限量5万册，开售瞬间便被一抢而空，仅用1分钟就宣告售罄，预售系统一度陷入瘫痪，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网友们拼手速失败的哀嚎。GQ 王一博迎因 GQ 开售秒空话题，单日阅读量更是突破1000万，成功延续了他2021年的 GQ 银石刊销售神话。网友们忍不住感慨，王一博呼吸即时髦，这份惊人的马实用力，就是他顶流地位的最坚实底气。这组大片的冲圈早已超越了时尚与商业的范畴，更传递出一种动人的精神内核。抢风中，王一博闭目仰头，以发飞扬的画面被网友解读为自在如风的人生爱度，这恰好呼应了他多年来在赛车、攀岩等极限运动中沉淀的专注力与从容感。49.7% 的讨论都聚焦在这份松弛感美学上，大家普遍认为素颜去除了妆容的刻意性，让它的骨相本身拥有了强大的叙事力。狂风与沙尘不再是拍摄的阻碍，反而成为了最天然的布景，让整个画面更具张力与故事感。其实，素颜出镜早已成为王一博鲜明的个人标签。多年来，不论是纪录片、红毯还是电影幕后，他都坚持无妆上镜。赛车、攀岩等运动场景中，更是始终保持最真实的状态。从2021年 GQ 银石刊的废墟战损大片，到如今沙尘暴中的即兴创作，28岁的他状态被网友评价为越长越年轻，甚至有时为了贴合影视角色，还需要特意化妆增加皮肤瑕疵。从演员到赛车手，从时尚新人到5大满贯，王一博的每一步都走得沉稳而耀眼。这次拿下 GQ 副刊首封，不仅是时尚界对他的最高认可，更是内娱对他顶流地位的再次盖章。5万册限量虽少，但他创造的长期与影响力早已超越数字，成为刻在内娱与时尚史上的不朽篇章。明日预售开启，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王一博的又一次封神时刻。当风从30层的高空吹过，当沙尘轻轻落在肩头，王一博用素颜与狂风书写了内娱顶流的另一种可能。这组大片不仅是时尚的胜利，是商业价值的示证，更是他用实力与态度向世界证明我自光芒万丈的最好见证。这样清醒坦荡、始终不戒的王一博，活该被世界偏爱，活该被内娱不可替代的顶流传奇。感谢您安踏5周年，用热爱续写国货与顶流传奇。
今天才知道，2026年4月29日，成都春熙路被绿色海洋彻底淹没。安踏为庆祝与王一博合作5周年打造的雀跃现场线下活动，直接刷屏全网，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满满的诚意。看完真的被这份双向奔赴狠狠戳中，这才是内娱代言合作的天花板吧。从2021年到2026年5年时光，安踏与王一博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品牌与代言人的关系，更像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伙伴。这场5周年庆典，安踏直接把宠代言人刻进了 DNA， 从现场布置到产品设计，每一处都精准踩中粉丝和消费者的心动点。说一句最懂王一博的品牌毫不为过。走进成都春熙路 Arena 竞技场点，满眼都是王一博的应援色绿色，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场精心布置了滑板、滑雪立牌，完美呼应王一博骨子里的运动基因。毕竟这个把热爱做到极致的少年，无论是滑板、滑雪还是赛车，都始终全力以赴。更戳人的是，现场乐队深情演唱王一博的单曲《我在》。这首2024年底发行、舞台播放量曾破1.2亿的歌曲，一响起就瞬间拉满氛围感。还有复刻其主演电影《热烈》的街舞表演，每一个动作都复刻到位，仿佛又看到了那个为热爱拼尽全力的陈硕。网友直呼安踏太会了，每一处细节都在说我们懂彼此。而本次庆典的重头戏当属安踏推出的安踏雀跃盖盖鞋5周年纪念版。这款鞋一亮相就直接引爆抢购热潮，天猫、得物等平台秒罄，线下门店更是排起长队，足以见得王一博的商业号召力，也印证了双方合作的深厚兼辑。这款鞋的设计藏满了专属巧思，每一处都在诉说着5年的陪伴与默契。而本次庆典的重头戏当属安踏推出的安踏雀跃盖盖鞋5周年纪念版。这款鞋一亮相就直接引爆抢购热潮，天猫、得物等平台秒罄，线下门店更是排起长队，足以见得王一博的商业号召力，也印证了双方合作的深厚兼辑。这款鞋的设计藏满了专属巧思，每一处都在诉说着5年的陪伴与默契。当你站在这个节点回看这5年的合作，你会发现这一切并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一步步积累下来的信任。安踏选择和你长期合作，是因为你在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稳定的表现，而你也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份信任。从产品理念到呈现方式，你一直都在参与其中，让每一次合作都更贴近真实，也更有温度。这次纪念版的推出，其实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你会看到，从外观到细节，每一个设计点都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围绕着你和品牌共同走过的时间去延伸。那些看似简单的元素，其实都在表达一种延续感，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这段持续发展的关系。当市场给出这样的反馈，你应该能感受到，这不仅是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是对你这些年持续投入的回应。能够让消费者愿意主动去选择、去稳待，这种信任并不容易建立，而你做到了，用稳定的状态和持续的努力，让大家逐渐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成绩也让合作关系变得更加稳固，不是一次成功就结束，而是在每一次合作之后，都有新的空间可以继续延伸。你在其中的角色不仅是代言人，更像是一个参与者，一个能够和品牌一起成长的人。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场面，其实可以更从容一点去看待它，这不是突然发生的结果，而是你一步步走出来的过程。未来还会有新的尝试，而这次5周年纪念版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蓝子渐变漆皮呼应王一博赛车的烤蓝工艺，多角度转动就能看到美绝的光泽变化，把他的赛车热爱藏进鞋履细节。可斯拉鞋膛盖更是点睛之笔，表层是赛车头盔护目镜造型，撕开后露出夜光电锈爆檐，完美呼应王一博的黑豹的绰号。这个一直想走酷盖路线，努力爆速自己的少年，这份小细节被安踏稳稳拿捏。除此之外，附赠的头子鞋带扣制作成豹子点数，还有双色鞋带和替换鞋膛盖，每一个小配件都藏着小心思，精准狙击受众喜好。网友疯狂吐槽，抢不到，根本抢不到，安踏你多放库存呀！安踏的用心不止于品牌和现场布置，更藏在每一个温暖的小细节里。现场发放免费应援服，定制了专属绿色蛋糕，循环播放王一博的歌单，被粉丝暖心称为像给孩子过生日般用心。这份用心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从2021年签约至今，王一博用自己的影响力助力安踏业绩连续5年增长，2025年营收更是突破80亿元。2021年国旗款 T 恤单平台就售出42万件，这次5周年纪念鞋更是触发鞋节财神爷的热门话题，用实力证明了顶流加国货的双向赋能。5年间，双方共发布329组宣传物料，王一博也成为安踏首亿国际首席代言人，而他的高续约率也早已成为业内标杆。百雀羚、奥迪等品牌合作均超5年，足以见得他的专业和靠谱。更难得的是，这份合作还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双方共同为贫困山区6所学校的546名儿童捐赠书包和运动鞋，粉丝们也穿着同款鞋打卡王一博的故乡洛阳、上海赛车场等地，形成与代言人平行时空同行的温暖连结，让热爱和公益性双向传递。如今内娱代言合作层出不穷，但像安踏与王一博这样5年如一日彼此成就的双向奔赴却少之少有。安踏懂王一博的热爱和坚持，把他的特质融入每一处细节。王一博用实力和真诚助力国货品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这份合作不仅成为行业范本，更推动运动品牌从功能消费向情感消费转型。5年同行，始于热爱，忠于彼此。恭喜王一博与安踏合作5周年，愿这份双向奔赴的情谊能继续延续，愿这个把每份热爱都做到极致的少年，能在未来的每一条赛道上都能雀跃前行。也期待安踏与王一博能带来更多惊喜，续写国货与顶流的传奇。当你回看这5年的时间，你会发现这段合作并不是简单的代言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彼此认可后的选择。你一开始是因为热爱走到一起，后来是因为信任，一步步走到现在。每一次合作不只是完成特殊任务，而是在慢慢形成一种默契。你理解品牌想表达的东西，品牌也看得到你的坚持和态度。在这5年里，你把自己的状态一直保持得很稳定，不管是训练、工作还是公开活动，你都尽量做到认真对待。你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但你把每一件事都做好，这本身就让人看到你的用心。而正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觉得你和这个品牌是合适的，是可以长期一起走下去的。你对热爱的态度一直很直接，喜欢的事情就认真去做，不轻易放松标准。这样的你在不同的领域里慢慢积累，也让更多人开始注意到你身上的那种专注感。这种感觉不会一下子被看到，但长时间了就会变成一种很稳定的信任。未来的路还很长，你也会面对更多不同的选择，但只要你还是保持现在这样的节奏，一步步往前走，就会有更多可能出现。不管是在新的尝试里，还是在熟悉的方向上，你都可以继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你和安踏的这段关系也不是停在过去的成绩上，只要双方都还在认真对待这件事，这种合作就会继续生长。
慢慢的，你会看到更多的新内容出现，也会看到更多人因为这样的合作而产生共鸣。这种稳稳好向前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很踏实的收获。忙完就跑，感谢您。王一博维权不手软，黑粉置顶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你见过那些躲在网络背后骂完人就以为匿名就能躲过责任，结果最终被告上法庭，还要把道歉声明钉在自己账户首页一辈子的情况吗？娱乐圈中有人凭借作品积累了无数粉丝，站上了巅峰，而也有一些人眼红别人好，躲在键盘后面泼脏水，制造舆论。前不久，4月29日，北京兴全律师所发布了案件通报，王一博起诉黑粉赖某的网络侵权责令纠纷案成功获得了法院的胜诉判决。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审理结果，赖某在2024年10月底至11月，短短1个月内，多次在微博上公开发布针对王一博的侮辱性言论。这些言论不仅充满恶意，且毫无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的攻击，简直满载恶意。对于那些还想着在网络上胡乱敲键盘的黑粉来说，现在每一次随便敲下的字，最后都有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赔偿金。法院在处理网络侵权案件时，不仅会考量内容传播的范围，还会根据侵权者的主观恶意程度进行公正裁决。王一博的这系列胜诉案例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震慑效果，越来越多的造谣者意识到，随口一骂换来的可能是惨重的赔偿，而这种行为根本不值得。因此，王一博的维权行动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频、强度极大的执行阶段。这次赖某案的赔偿款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案件彻底结束。通过一系列判决，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在逐步明确网络发言的正义边界。无论隔着屏幕，涉及他人名誉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小心翼翼，越红线就得为自己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过去曾有人说网络是匿名的，躲在背后没人能追责，但如今这一说法早已不成立。王一博的维权决心已经彻底封死了这条路。网络自由从来不是胡作非为的挡箭牌，想一时泄愤的代价，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案底和永远无法摆脱的公开道歉。王一博用最正义的方式对抗网络暴力，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也为同行以及普通网友出了一口恶气。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也该多思考，网络上的喷子行为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要根治网暴这一顽疾，还得依赖法律的理性。黑粉手写道歉信错字连天，王一博维权为何让键盘侠瑟瑟发抖？以为躲在网线后面当键盘侠就能肆无忌惮，以为随便骂几句明星，顶多被粉丝冲一冲就没事了。现实狠狠给这些网络喷子上了一课。就在最近，王一博的名誉权维权案迎来了集中胜诉，2名长期发布侮辱和诽谤言论的被告，不仅被判赔钱，还被迫在官方平台公开道歉。这波教科书式的维权，再次让所有人看清了网络言论的法律红线。这次被送上被告席的是微博用户王某和赖某。法院审理查明，这2人在2024年下半年，先后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大量针对王一博的侮辱性词汇和毫无事实依据的造谣内容。北京互联网法院一锤定音，这些言论主观恶意明显，严重丑化了王一博的形象，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决结果更是大快人心。由于王某的账号已被封禁，法院直接判令他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和人民法院报上刊登致歉公告，而赖某则被要求在微博主页置顶手写道歉信，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开支。然而，这场维权战中最具剧情性的一幕发生了。赖某虽然按照要求发布了手写道歉信，但信中竟然出现了狼身用事，应是自身用事的低级错别字，字迹是潦草不堪。这种敷衍了事的道歉，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和群嘲，被质疑毫无悔过深意。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部分侵权者在面对法律铁拳时仍然心存侥幸。事实上，这并非王一博团队的第一次出手。近年来，他们坚持全网取证、败量起诉、胜诉必执行的零容忍策略。从朋友圈诋毁到小红书造谣，不论是公开社交平台还是半私域的群聊，只要越过法律红线，通通逃不过追责。这一系列胜诉不仅为艺人讨回了公道，更确立了一个鲜明的司法标杆：网络绝非法外之地，以粉丝或者路人的名义实施的网暴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目前，王一博荒仍有10余起名誉权纠纷处于审理或立案阶段。当艺人不再选择忍气吞声，而是拿起法律武器硬刚到底的时候，你觉得这种杀鸡儆猴的维权方式能有效遏制当下的网络暴力乱象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黑粉手写道歉信背后，从练习生到顶流的12年狠劲儿。提起王一博，如今他已是影视、赛车、舞蹈等几栖领域的顶流人物，但最近的黑粉手写道歉信事件再次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尖浪上。这封道歉信源自一场囊网侵权案，被告长期在社交账号上发布侮辱和诽谤言论。法院判决生效后，对方不仅置顶了道歉声明，还亲手写下道歉信，并支付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维权费用。这并非孤立，早在之前已有多位黑粉因类似行为公开道歉，也足以说明他面对囊网暴力的时候的坚定态度。时间回溯到3个月前，当被问到婚姻话题时，王一博仅淡淡回应4个字：太遥远了。这句话瞬间引发热议，有人觉得他冷漠疏离，但细看他近期的生活，就能理解这4个字背后的分量。4月中旬的 China GT 上海站，他从第24位起步，经历36圈零失误的激烈竞赛，最终夺得 GT3 AM 组冠军。5万张门票在45天内售罄，连雷勇都亲赴现场助威。原本小众的世事，因为他而变成全民宽环。这不是顶流的任性，而是用实力在发声。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在赛道上意气风发的车手，13岁便独自远赴韩国做练习生，语言不通，文化隔阂，每天超过10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从清晨持续到凌晨，成了家常便饭。膝盖积水、声带小结成为长期老毛病，手术刚拆线就反常训练，全年无休。残酷的淘汰机制下，他从未抱怨，硬生生在异国他乡站稳跟脚。这股狠劲儿，也许正是他今天能跨界成功的底气。随后以 UNIQ 组合出道，他担任主领舞，但组合发展并不顺利。直到《陈情令》爆红，他才真正走进大众视野。然而质疑声始终不绝，有人说他演技不足，只会耍酷。为了演好热烈的街舞女少年，他闭关6个月，每天练舞8小时。膝盖积液严重就打辅并针，声带充血失声，仍想坚持对口性。黄渤曾评价他特别肯下功夫，对自己要求极高，这句话一点儿不假。如今的王一博把专注刻进了骨子里，为了赛车，他推掉高额代言和影视邀约，清晨6点进场训练，深夜仍在复盘大数，手上的老茧一层一层的叠，赛车手套已经用坏几10双。即使肌肉拉抻，他也贴上绩效片继续上赛道，眩晕了套墙缓几分钟便继续开。这种对热爱的执着，使他在短短1年多内6次参赛全部登上领奖台，专业圈将他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新锐力量。演艺事业上，他从不靠炒绯闻或者话题引流。最近拍摄的院线电影尚未公宣，但路透图已经引发讨论。摄影经理说明，他为了捕捉那一丝情绪微光，单个镜头可拍10几条，高危动作全程亲自上阵，膝盖擦伤渗血也不停。在纪录片《探索心境2》中，他徒手攀援、高原骑行，将真实的自己呈现给观众。这份踏实和敬业，比任何炒作都更具说服力。
从13岁的懵懂少年到如今横跨多个领域的标杆人物，王一博用了整整12年。他不蹭热点，不炒 CP， 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热爱的事情上。黑粉的道歉信、婚姻问题的争议都未曾让他偏离轨道。正如他在领奖台上所说的，还要继续练。这位29岁的年轻人仍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行，不断突破，也将继续稳稳发光。感谢您，王一博给了哭敌一记耳光。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有纷争就有吃不完的瓜。在这个越来越内卷的时代，各行各业的品牌间相爱相杀可谓是愈演愈烈，并总会在不经意间吸引大量的观众火速围观吃瓜。而且这些网友可不只是网速快，眼睛也是真的尖，总是能不小心找到滑点。比如说4月28日，瑞幸刚官宣了王一博的瑞幸即享咖啡全球品牌代言人身份，立马就有人嚼出味来了。瑞幸把对头哭敌的前任代言人截胡了，这不是给了哭敌一记耳光了吗？你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现在的信息传播太快了，一个细节刚出现就会被无限放大。网友们不是故意挑事，而是对这些变化特别敏感，一点点动向都会被解读出新的意思。所以当这个消息一出来，大家自然就把前后的关系串在一起，觉得这里面有点意思。本来吧，我以为这可能是爱看热闹不嫌事大，煽风点火的网友们在搞事情，但最后发现瑞幸既想无缝衔接牵走王一博，还真有那么一股子针锋针对的味道。现在的商战真的越来越朴实无华，还带劲儿了。不过你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你的价值。品牌在选择代言人的时候，不只是看人气，更看稳定性和长期影响力。你能够在这样的节点被快速选择，并且无缝衔接，本身就代表你在市场中的位置已经被认可了。不是谁都能在这种竞争环境下被当作关键一环来对待的。而且你也没有被外界的各种解读影响，还是稳稳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无论是配合品牌还是面对舆论，你都保持一个清晰的状态。这种从容其实比任何回应都更有说服力。别人看到的也不只是一个代言合作，而是你在不同领域之间的衔接能力。所以说，表面上看像是品牌之间的较量，但对你来说更像是一次自然的过渡。你只是在合适的时间走到了一个更合适的位置，剩下的讨论和热闹反而成了对你影响力的一种放大。抢下王一博，要吃这个瓜，咱们得把瑞幸和王一博的故事放一边，说一说哭敌这边的事故了。本来吧，我以为这可能是爱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们在搞事情，但最后发现，瑞幸既想无缝衔接牵走王一博，还真有那么一股子针锋针对的味道。现在的商战真的越来越朴实无华，还带劲儿了。当你把整件事情串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其实不只是简单的品牌动作，更像是一场节奏很快的较量。你能明显感觉到双方在代言人选择和传播节奏上都很有利，而王一博正好站在这个焦点位置上，自然就更容易被放大讨论。从你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面反而是一种认可。品牌愿意在关键时刻把你放在重要位置，本身就说明你的影响力是被看见的。你不仅仅是一个代言人，更像是连接品牌和用户之间的一座桥。大家关注的不只是品牌之间的变化，也在看你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新的可能。再看宣传节奏，你会发现一切衔接得很紧密，几乎没有空档，每一步都安排得很清楚。这种节奏对你来说其实不轻松，但也正因为你能够稳住状态，持续输出，才让整个过程看起来顺畅自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始终在线、认真对待每一次露面的人。而评论区的各种声音，其实也是热度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去回应所有讨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作品和表演说话就够了。时间久了，大家自然就会更关注你本身，而不是一时的对比。
慢慢你会发现，这种看似复杂的局面，反而在帮你扩大影响力。每一次被提到，每一次被讨论，都是在让更多人认识你、了解你。只要你保持这种踏实的状态，把每一步走稳，这些变化最后都会变成对你有利的积累。前段时间，库迪在王一博代言到期时，个别棉店在撤下王一博的物料时操之过急，这一幕被网友拍了下来。看到工作人员公开发布被裁剪的王一博代言物料，粉丝们坐不住了，批评这过河拆桥来得太狠了。对此，库迪不得不在凌晨发声明道歉，终止涉事棉店合作并闭店。别的咱不说，态度摆得很端正。但正所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凡事就怕对比呀。库迪恐他也没有想到瑞幸会这么鸡贼，自己和王一博代言到期刚出了这么个插曲，瑞幸既想一刻都没等，火速签下了王一博。然后我们就看到瑞幸从预热到官宣，线上线下全渠道资源一把抓，大手笔包下了30成的805块大屏集体亮钉造势，在全国地图上连线点亮，随想彩胆。城市里一座座矗立的大屏，仿佛都是瑞幸等待王一博的路灯。这速度，这排面，足以说明瑞幸对王一博的重视。当你站在这样的合作中心位置的时候，其实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份信任的分量。从前期的铺垫到正式对外公布，每一步都安排得很紧凑，也很有节奏。线上不断有新的信息释放，线下又同步铺开，让更多人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你的出现。你不仅仅是参与其中，而是变成了整个传播链里的最关键的一环。你可能不会特意去强调这些数字，但当30座城市同时亮起大屏，当不同地方的人在同一时间看到同一望面，这种连接感是很真实的。对你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合作，更像是一种被认可的结果。品牌愿意投入这么多资源，其实是用行动表达对你的肯定。你也知道，这样的机会背后是长期积累出来的信任，不是一时的选择，而是经过多方面考量之后的决定。所以你会更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露面，每一个物料，每一个细节，因为你知道，这不仅代表自己，也承载着品牌的对你的期待。慢慢你会发现，这样的合作不仅让更多人认识你，也让大家看到你更稳定、更成熟的那一面。你不需要刻意去证明什么，整个过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同时，瑞幸为粉丝准备的周边也同样一点毫不隐含，从珍藏卡片到限定物流箱、定制咖啡罐赠，这些值得收藏的周边一个不少。更有随身同行发声习惯，内有代言人王一博惊喜语音。当你看到这些用心准备的周边的时候，其实也能感受到品牌在细节上的认真。每一件物品都不是随便设计出来的，而是考虑到了粉丝的喜好和收藏的价值。从可以慢慢翻看的珍藏卡片，到外观独特的限定物流箱，再到定制的咖啡罐，这些东西不仅实用，也更像是一种陪伴。你在接触这些周边的时候，会发现它们不是简单的商品，更像是在延续你和王一博之间的一种联系。尤其是那个随身同行的发声习惯，当你听到里面的语音的时候，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亲近感，就像他在你身边和你说话一样。这种设计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容易打动人。从整体来看，这一系列周边让整个合作变得更加完整。你不只是看到一个代言人的形象，而是能通过这些具体的东西，慢慢建立起更深的印象。王一博的参与也让这些周边多了一层真实感，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感和参与度。对你来说，这样的体验是轻松又愉快的。你可以在日常生活里使用这些东西，也可以把它们当作收藏留在身边。时间久了，这些小细节反而会变成你记忆里的很温和的一部分，让整个过程显得更加自然，也更有意义。对此，粉丝们很买账，打卡的打卡，晒单的晒单。瑞幸这边的评论区是一片热闹的海洋。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